身为听力师，要偷偷告诉你，未来不管你买什么品牌的耳机，都可能会有一个超听力的新功能。2024年，苹果宣布 AirPods Pro 助听器功能通过美国 FDA， 对整个产业界来说，正式宣布打响蓝牙耳机助辅听的新世代。去年很多人听到苹果出了助听器，就以为它肯定所向无敌，助听器公司要倒闭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今天就来帮大家老高一下。到底为什么这个助辅听功能即将成为耳机的标配？耳机要变成助听器，这之中的技术关键其实都在频道过去很少讨论到的晶片上面。台湾晶片称霸世界，晶片就是助听器的心脏。最后呢，则是目前这一类助听器耳机市场有哪些用户痛点是公主认为未来几年会大大提升的 ？Let's go！嘿嘿，你今天听见吗？欢迎回到频道 Hearing Action， 我是听力公主赵一婷 Grace， 我是一名听力学家，专长成人与婴幼儿听力学，还有各种助听科技选配。如果你正在关注助听市场的最新动向，这集内容绝对不能错过。你的订阅、点赞对频道都是一大鼓励。被我发现你还没按，现在按还来得及。Topic 1。最近 Apple 再次成为焦点，它把 AirPods Pro 的助听功能推上市场，不仅重新定义了耳机用途，还让耳机助听器或是辅听器成了炙手可热的话题。如果你是频道的老粉，在2-3年前的影片，公主就已经对辅听器大爆发做过很多介绍。这件事不是突然发生的，市场就是在等待一个引爆点，把时间线往前拉。先说说这波市场大爆发的起源吧。其实呢，这背后的推手之一是一位专注于听损与失智症研究的学者 Dr. Franklin。他的研究发现，听损与失智症有着出乎意料的高相关性。有听力问题，罹患失智症的风险是一般听力者的2到5倍。加上超高龄人口的世界趋势，听损问题突然就成为一个很严重的全球公卫问题，受到各个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且在14项可以改变的失智症风险因子中排在第1高呀。换句话说，就是使用助辅听器是有很大的可能可以延缓和避免失智症的。各国政府是怎么看待和处理这件事的呢？有些国家就是大力的加强助听器补助的预算，像新加坡。那美国则是推出了 OTC 法案，非处方临柜助听器法案。开放助听器贩售通路的管制。说到这里，我们听粉聪明的小脑袋肯定也略懂大大小小耳机厂商为什么纷纷瞄准这个领域吧。最后一个关键数据则是，全球有19% 的人口因为轻度以上的听损面临高失智风险，但没有佩戴助听器。这样庞大的潜在需求，对耳机厂商来说，根本是下一个蓝海市场。因为过去这些人不使用助听器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传统助听器的价格要4到30万一对。随着一些通用晶片技术的发展，一般耳机品牌要加入助辅听功能的门槛越来越低，终端市场的价格当然也越来越有竞争力。上次参加达发科技的记者会，偷偷跟内部聊才知道，他们早就布局助辅听技术7年，哇，比公主的眼光还敏锐。甚至公主会这么说，很多业界的人就是在等 Apple 这个引爆点，让一般民众也发觉，原来2025的蓝牙耳机也能当助辅听器，外形就像一般耳机，改变了过去认为助听器就一定很不好看的刻板印象。这个市场的游戏规则已经大大改变。Topic 2。是的，除了苹果，一些你听过的大品牌，很多有先见之明的耳机厂商早就在他们的耳机上加入了助辅听功能，也有很多耳机品牌也都陆续加入战局。然而，公主必须要透露一个很残酷的业界内幕，那就是很多耳机厂商都把这件事想得太简单，想说，不就是把耳机的声音放大一点，会有多困难？结果部门一开，撑不到2年就关门大吉，这样的鬼故事还真不少。简单来说，助听器有3个主要元件，从麦克风捕捉声音，进到晶片处理声音，再从喇叭放出来。听起来很简单，对吧？但这个
晶片里面呢就有爆炸多的技术，其中有几个关键技术左右了不同厂家的助听器效果。晶片小学堂上课喽！首先，当助辅听器的麦克风捕捉到声音时，这些声音讯号会经过初步的数位化处理，传送到晶片内部的核心处理单元。晶片里面的声音演算法会对这些讯号进行分类，例如区分出它是语音还是背景噪音，然后再针对不同频率进行精准的放大或削弱，来确保使用者能清楚听到语音，同时降低环境杂音的干扰，以及各种声音处理演算法，像是回馈音、风切声、AI 降噪等等，就是各家助听器软体技术差异的所在。接着是蓝牙讯号的处理。助辅听器通常需要和手机或是其他的装置来做连接，来播放音乐或者是接听电话。晶片里的蓝牙模组就是负责这一部分的讯号传输，来确保音质清晰，并且延迟很小哦。这需要晶片具备高度稳定的蓝牙协议处理能力，并且不会消耗过多的电力。最后，软硬体排列和晶片制程技术决定了整个助听器的效能和效率。晶片内部的硬体需要经过精密设计，来确保讯号处理的流程最短，运算速度最快，并且避免产生过多的热量或电力浪费。软体方面，晶片内的演算法也需要和硬体高度协调哦，像是在需要的时候使用某些运算单元，那平时就让它处在一些低耗能的模式。这种动态资源分配的技术就是目前许多助辅听器晶片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最后晶片的设计还要考虑到整体封装和模组化需求。以助听器的体积来说晶片的大小和散热能力必须符合设备本身的物理限制，因此制程技术在这里也有重要的作用。一般传统助听器大厂或者是本身专注在助辅听器研发的小品牌，通常呢，就是自己研发设计刚刚讲的以上所有的这些东西或者是自己串接许多市面上的技术，比如说蓝牙晶片技术等等，再委托像台积电这样的晶片制造商完全定制的 ASIC 把晶片做出来。那有些耳机品牌很聪明他们直接找像达发科技这种专注助辅听技术的 SoC 系统级晶片公司合作。简单来说呢，就是把多种功能就直接放在一块晶片里面，效率高又节省空间。耳机品牌只要提出想要的规格，像是音量放大到什么程度蓝牙的等级需求这些的，如何结合他们耳机品牌自身的外形或声音技术，就能和 SoC 晶片公司一起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助辅听耳机。Topic 3， 目前这种耳机当助听器、辅听器的风潮真的是只会越来越热就修过去很多人觉得传统助听器太贵不好看，或是担心戴上助听器会让别人知道自己有听力问题这些抗拒心理正在被逐渐打破。而耳机品牌推出的辅听产品，正是打开这个市场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说到外形，助辅听器的外形也越来越好看，甚至说它根本就长得跟蓝牙耳机一样啦。真无线式的、颈挂式的，大大的增加民众的使用意愿。但我们也有发现，很多民众其实有点误会就是以为好像只有辅听器或是耳机助听器有这种潮流的外形。公主要澄清，其实传统助听器也是有这种潮流外形的，但是很现实的是价格传统助听器大厂一对要4万到30万。还是贵到有它的原因，因为这些产品在技术上确实有很多复杂性。就拿苹果助听器来举例，苹果虽然有能力推出非处方助听功能，但目前还有很多技术上的限制，比如说佩戴的舒适度和电池续航力，尤其是当你开启蓝牙串流、滑手机听音乐的时候，电池续航力可能只有几个小时，这对长时间需要助听功能使用者来说是不够的。另外一个挑战是 AI 的应用。现在很多品牌都希望可以透过 AI 演算法来提升声音处理的能力，但 AI 对于晶片的效能要求非常的高，同时也非常的耗电。因此，如何在晶片设计上做到高效能但低功耗，就是未来
耳机助听器产品的关键竞争力。回馈音技术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部分哦，这直接会影响到我们耳机声音放大的程度和音质的稳定性。回馈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声音放大了以后，它可能会露出来，然后被耳机接到。那我们耳机的演算法要怎么样把这个声音做一些处理，让它不至于产生一个消噪音哦？目前耳机品牌这方面呢，都还有蛮大的进步空间哦。如果能解决这些技术的挑战，耳机辅听器的性能就会大幅提升。最后啊，消费者在选购这一类产品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这里真的有很多坑，因为没有听力师的专业协助，很多人可能只是去试戴一下，觉得声音变大了就买，结果用了一段时间才发现，还是不适合自己的听力需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设计了智慧听能管家，利用我们的美国临时专利技术，帮助消费者在没有专家的协助下，也能得到专业的分析和建议，不至于瞎买。另外，像澳洲声学实验室的 Nell 即将推出 Nell 3 AI 调音公式，也可以解决一些消费者买了之后不知道怎么调整的问题，让声音效果更符合个人需求。嘿嘿，你今天听见喽？总之，公主铁口直断啊，这2-3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政策的推动，耳机助听器市场将持续成长。并且啊，各个大大小小的耳机品牌，因为 SoC 的晶片制成，可以让他们推出更多他们自身的耳机助听器，为更多需要助听器的人提供价格亲民、外形潮流低调的选择。你最期待哪个耳机品牌出助听器呢？或者是你自己已经有用过这些非处方助听器或是辅听器的经验吗？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吧，超好奇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你觉得我们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可以加入频道会员，实际支持我们有经费继续创作好资讯、好内容，或是按个赞分享给你有需要的朋友，也都对我们非常有帮助，让我们能够继续听力行动。Hearing Action， 我们下集见喽！